提问：视频中的这个西瓜名字叫什么？我估计大家对这个西瓜的名字可能会不太熟悉，因为毕竟是属于国宝老特工里面的，毕竟咱们这个动画片的主角呢是国宝特工。那么本次也是比较快，我感觉上一次金标王刚做了没多久，西瓜尊就来了。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这次做的依旧是1代机甲，所以说它的盒子款式，包括它的这个峰会的形象呢，全部都是跟之前的国宝特工是相似的，并且开盒的方式也是上下开盒的。脸部替换呢，依旧是直接采用的遗印，一共是有8个。这次的西瓜呢，因为比较大，所以说它的脸是目前国宝特工里面最大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说明书呢改成了3代的那个样子，并且这次也是依旧采用了3代的那个顺序标注，1代是没有高亮的显示的。你看这个的话，就会有这个特别明显的一个颜色。同时呢，这次西瓜尊在水口位置呢也进行了一个优化，它将大部分的水口全部调整到了一个隐藏的位置，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像1代那样子掰下来的时候或者剪下来的时候特别明显有一个水口印了。同时呢，这次特点依旧是会附带一个西瓜尊的一个闪卡。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它的本体，这次的本体呢，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它是进行了魔改的，尤其是在它的这个腿部的这个比例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原色的图片，它在这个四肢的比例上呢进行了一个加长。当然，这个腿部拉长了之后呢，也是为了方便它后续的一个合体，同时呢，这样看着的话也会比较协调一些。这里要说个小插曲就是它头部这边呢，其实是两边都有这个黑色零件的，但是我的这一个被地板小精灵吃了，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所以视频里展示的时候就少了这个黑色零件。但是大家拼的时候呢，肯定都会有的，一定要小心地板精灵。同时呢，之前也提到了，因为这次的水口优化了一下水口位置，所以说大部分都是隐藏的，一眼看上去基本是没有什么外露的水口，整体的观感很好，并且整体拼装完之后的一体性以及这个紧实度特别不错，怎么甩都不会掉。并且这次西瓜尊呢，采用的是一个全新规的设计，每一个部分呢全部都是新规的，并没有采用1代战宝的一个样子。我这边可以拿手型来进行一个对比这是西瓜尊的一个全新规的一个手，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拿出一个战宝的手，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可以明显的发现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且这次所有的分色细节呢，全部都是采用的一个零件分件的嵌套或者预涂装来进行实现的，并没有采用贴纸。同时呢，这次在尺寸方面，它的高度呢是目前出了的所有这个机甲里面的最大的，国宝特工里面它是目前最大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3代跟1代，它站在中间它最高。这个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它腿部进行了一个魔改，这样子也是为了方便后续的一个变形。而关于这个英雄的西瓜公仔依旧是附属了2个，一个透明的，一个普通的。在西瓜的头部这边呢，也是有贴纸，可以用来还原西瓜的这个图案。不过我有点手残所以说我贴的呢并不是很好看。其实呢，伊里是有在说明书详细的标注出来这个贴纸是怎么贴的一个顺序，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表情替换呢，跟之前几代基本是一致的，摁一下就可以弹出这个表情了。武器呢，依旧是附属了一个涂装，一个没有涂装。而1代西瓜尊的这个必杀呢，叫惊天动地铁头功；2到4代呢是叫无敌铁头功。它这次呢也是有设计一个还原，将这个头部这边的这个零件呢进行弹出，用来放必杀。这个设计呢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同时呢，架子舱是可以打开的。这边呢，因为它打开的幅度有限所以说它设立了一个小巧思，整个架子舱可以往外拉伸一段距离。拉伸之后呢，整个架子舱就可以打开的很大了。打开之后就可以露出里面的这个英雄小人儿。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可动表现。首先肩甲呢，这边是采用了一个球冠进行连接的额外的零件，并不会对手臂造成一个影响，所以说它的手臂平台呢是可以达到90度的，整个手臂360度旋转没有问题。手臂根部呢也是附带了旋转。手臂曲肘是单段的关节，可以达到90度。手臂根部还有一段外拉，所以说可以增加一定的手臂前倾。手型方面呢，依旧是4指的一个可动手。这次手型可动范围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向下弯折的一个关节，所以说整个手臂甚至可以做到这种角度。不同于以往的战宝，腰部是零可动的，这次增加了一个腰部的弯腰，整个弯腰以及后仰的幅度呢都还算不错，特别是后仰幅度特别大。腰部的360度旋转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腿部这边的白色零件呢是可以活动的。胯部这边的话采用的是一个同轴，所以说两边的腿会一起动，不过也是可以调整成一长一短，摆一个骑士踢的样子呢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腿部前踢呢，因为膝盖甲这边比较大，所以说需要调整一下角度，这样子的话前踢可以达到一个90度，后踢可以远远超过90度。侧踢呢也是可以达到90度的标准。这个腿部的可动呢应该是目前这个战宝里面最好的一个了。腿部弯曲呢，不同于其他的战宝，它是设立了一个2段的关节，所以说整个弯曲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脚尖这边比较有意思，它并不是采用的直装，而是采用了一个滑手的机制。这样子的话，整个脚尖是向上滑的，所以说不会晃动，并且呢也是比较稳固。不过呢也不是没有缺点，它的脚尖呢就不能向下了。武器呢配备了一个烽火狼牙棒，整体全部是采用的分件形式，但是这个零件比较尖，把玩的时候要当心一下手。安装的方法呢与仙剑极弹基本是一样的，通过连接键直接安装在这个手型上面就可以了，可动手还是比较方便的。同时呢，摆一个挥舞狼牙棒的姿势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不能少的肯定是合体了。作为国宝特工里面唯一的数字怪果园天尊，西瓜尊呢是可以变为果园天尊的手臂，合体呢就没有像一代国宝特工的那么繁琐了。它整体的零件并不需要很多，将腿部通过连接键按紧之后呢，调转一下方向，然后咱们就直接通过这个孔洞安装一个手掌就可以了。所以说它的小臂啊，直接是由西瓜尊构成的。不会像菠萝战宝以及小友战宝需要用格外多的一些零件来进行构成了，它整个呢只需要安装一个手掌就可以了，这也是它腿部拉长带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处，可以十分还原的这个手臂啊。同时呢，这次合体的这个手掌呢，也是采用了全新规的4指可动手，整体的稳固性呢也是很不错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次老德儿，就是国宝老特工西瓜尊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测评展示了。整体啊，我个人觉得它是目前战宝里面一体性最强、可动性最好的。那么如果喜欢国宝特工这个 IP 的话，那么作为果园天尊数字怪啊，那大家应该也会喜欢。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一些帮助。求3连，求关注，咱们下期再见。